想象一下，你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一整天，突然屁股有一股尖锐又剧烈的痛感，让你没办法好好坐着。这种痛经常会蔓延到腰或者是腿后，让你走路一跛一跛的，甚至都没办法好好睡觉。我经手过一个案例啊，因为痛到没办法上楼，只好把床搬到1楼，而且还要吃止痛药加安眠药才能入睡。如果你也有遇到这样的状况，那你可能遇到了一个麻烦的问题——梨状肌症候群。梨状肌症候群，你可以把它正名为深臀症候群，因为这种状况并不会只出现在梨状肌上，任何一条深臀肌出状况都可能会出现刺麻感。这种刺麻感会跟着坐骨神经一路从屁股延伸到大小腿的后侧，最远可以痛到脚跟，偶尔也会传到腰上，让深臀症候群的患者变得坐立难安。那深臀肌群为什么会受伤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前，我先带你认识一下什么是深臀肌群。深臀肌群总共有6条肌肉，由上而下分别是梨状肌、上肢肌、闭孔内肌、下肢肌、闭孔外肌、股方肌。记不住名字也没有关系，你只要知道这几条肌肉起点在肩椎还有坐骨附近，终点在大转子附近，所以它们的运动方向是非常接近的。而且因为这几条肌肉都在比较深层的位置，所以就把这6条肌肉统称深臀肌群。知道肌肉的解剖位置，对于保养肌肉还有预防受伤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怎么说呢？因为造成肌肉受伤的主要原因，除了意外，不外乎就是过度使用了。如果不是训练过度会让肌肉过度使用的原因，几乎就只有代偿还有长时间固定的姿势。所以我们在找解决问题的思路，通常会往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肌肉过度使用呢来找答案。只要清楚的知道肌肉的走向还有功能，就可以很容易的推敲出是哪些动作造成肌肉过度使用了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深臀肌群代偿了谁吧。深臀肌群是比较小条、负责稳定的肌肉。那负责活动的是谁呢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臀大肌、臀中肌还有臀小肌。这些臀肌如果力量不足，重心就会摇摇晃晃，这样深臀肌群就需要用更大的力量来帮忙稳定。也就是说，深臀肌群代偿了臀肌，这就是造成它过度使用的原因之一。虽然说深臀肌群主要负责稳定，但它们也会参与髋外转还有外展的动作哦，比如走路啊、跑步、登山、骑自行车、重训这些动作。你可以看到髋都有外转还有外展，所以在进行这些活动时，深臀肌群其实会被不断的启动。如果还要代偿臀肌，那深臀肌群就非常有可能因为过度使用而受伤了。所以训练臀肌的力量对预防深臀症候群非常的重要。另一个让深臀肌群受伤的原因就是久坐啦。现在每个人平均每天都要坐8到10个小时，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坐不是只有坐在椅子上才算坐着哦，只要半坐卧、半躺，这些都要算在坐的范围里面。如果你是坐办公室或者是职业驾驶这种类型的工作，发生深臀症候群的几率还会更高，因为屁股在被压着的情况下还一直维持不动，整个深臀的肌肉就会缺血，筋膜也会粘连，血液循环就会很差。这种状态下的肌肉就很容易僵硬。僵硬的肌肉在活动时会比平时更容易产生撕裂，许多微小的撕裂累积起来就会开始发炎了。可以说，久坐形态的生活模式对深臀肌群真的非常的不友善。深臀症候群从轻微到严重会有一系列的状况，你可以用以下这些状况来初判自己有没有深臀症候群。如果发现可疑的状况，及早去复健科治疗，就可以少受很多折磨。深臀症候群最开始的状况是坐20到30分钟后，屁股里面会开始有闷闷的痛，而且会越坐越痛，痛点常在后口袋放皮夹的这个位置。也有一部分的患者在尾椎的周围、臀部的外侧或者是大腿后有肌肉的传导痛。当进展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会变成髋关节痛。除了走路会一跛一跛的，当大步走的时候，前脚脚跟着地的瞬间会最痛。最后，如果压迫到坐骨神经时，就会变成一整只脚的酸麻痛了。这时你可以试试躺着，大腿弯曲，内收和内旋，将腿移往中线，看这个动作会不会重现平时的那种痛。如果会痛，久坐又会加剧，那真的要赶快去看医生了。一旦确诊了深臀症候群，一般都要3到6个月才会慢慢的康复，这个康复时间真的不算短。如果进展到压迫坐骨神经，那处理起来就更麻烦了。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让深臀症候群走到这一步，对吧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深臀症候群初期症状是什么，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保养来预防深臀症候群呢？非常简单，我来教你3个步骤。
第一，运动完一定要放松，还有拉筋。上次我去攀岩，因为有做跳跃的练习，屁股力量用太多，隔天异常的胀痛。如果运动后有这种感觉的人，在症状稍微缓解，一定要用滚筒还有按摩球按摩，或者是伸展屁股的肌肉，否则受伤的疤痕组织就会沉积在肌肉上，引发下一次的受伤。第二，务必要打断久坐，每30分钟就要起来动一动。第三，多训练臀肌基础力量，避免臀肌失忆症。现在人工作大多坐着，久坐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臀肌失忆无力。你要知道，臀肌是全身最大的肌肉，保持臀肌有力，不只对深臀肌群好而已，还能照顾到周围像是腰或者是膝盖的关节健康。我接下来要带你做的臀部肌群训练，不只着重在缩短出力的向心收缩，还会加强拉长出力的离心收缩，让肌肉不管是在缩短还是拉长的时候，都有足够的力量来稳定身体。除了训练之外，当然也会带你做一些伸展深臀肌群的动作，帮你保养深臀。第一个运动，臀肌综合放松。我们先来放松梨状肌，准备一颗球包在袜子里面。梨状肌位于肩椎1/2的位置，连接到股骨大转子。在梨状肌下方，你会依序找到上肢肌、臂孔内肌、下肢肌，还有股方肌。可以依照顺序一直往下压到坐骨的位置。首先找到酸痛点，在这个点上缓慢增加压力，让按摩球沉进肌肉里面。接着把大腿内转或外转，记住滚动的幅度越慢越好。内转和外转算一次，重复转动12次，一天做3组。第二个运动，坐骨神经松动术。一开始躺在地上，大腿和地面成90度，接着脚掌勾起，缓慢将小腿伸直朝向天花板。当你感到屁股、膝后、小腿或脚底出现紧绷时，就保持这个姿势。这个位置通常是坐骨神经受到牵拉的位置。保持大小腿固定，慢慢的上下移动脚踝，你会感到整条腿被轻微伸展，然后又放松。重复这个动作15次，每天做2组。这个动作可以帮你增加坐骨神经的血液循环，达到神经减压。这个动作要注意，脚踝缓慢移动，不要动太快，也不要停留。减压后，我们来增加坐骨神经在肌肉筋膜组织间的滑动。首先找一面墙，将一条腿举起放在墙上，让大腿和地面90度。脚掌向下踩时，用手轻轻地把膝盖伸直，直到感觉大腿和小腿后方有紧绷的感觉。当踩到底时，不要停留。弯曲膝盖，同时将脚踝向上翘起，伸直膝盖，脚掌往下踩。弯曲膝盖，脚踝向上翘，反复15次，每天做2组。这动作可以增加坐骨神经的滑动能力。当深臀肌群发炎或是紧绷时，可能会导致神经和肌筋膜之间的粘连，让坐骨神经张力变高。这时你会感到大腿到脚底的麻痛。这2个动作就是神经松动术，可以帮你增加坐骨神经的血液循环，缓解坐骨神经引发的脚麻症状。第3个运动，深臀肌群伸展。一开始平躺在地上，将痛的那只脚抬起，用一只手握住膝盖下方，轻轻地将膝盖拉向对侧的肩膀，另一只手放在脚踝下方，扶住脚踝向上拉。这个过程中，大腿做的动作是外转、内收和屈曲。要注意伸展侧的髋关节尽量保持贴紧地板，避免翻起来。感觉臀部深处紧紧时，停留30秒，30秒换边，左右一次算1组，每天做3组。梨状肌在髋关节屈曲超过90度时，会变成内转和外转肌，这时可以通过相反的动作来伸展它。特别提醒，如果你的年龄超过60岁，建议将伸展时间延长到60秒哦。第4个运动，全角度臀肌离心训练。一开始一脚前一脚后，痛脚放前侧，后脚脚尖踩在抹布上，保持重心放在前脚上，可以扶墙壁或一张椅子。接着将后脚滑向对侧后方，同时弯曲膝盖，呈现弓箭步蹲的姿势。过程中尽量向对侧后方延伸。当你的膝盖快要接触地板时，再慢慢起来。你应该能够感觉到前脚臀部有酸痛感，这代表你的臀肌有被训练到。
这个运动模仿弓箭步蹲的姿势，透过髋关节旋转来锻炼平时不会练到的所有臀肌纤维。第5个运动，离心与向心深蹲。双脚比肩窄，夹一颗枕头或者是瑜伽的小球或瑜伽砖都行。双手交握胸前，边夹紧膝盖边做深蹲，蹲到底时停留10秒，再慢慢站起来。反复这个动作10次，一天做3组。这个动作是让臀周围的外转肌群练习离心收缩，适合用外转肌群因为过度缩短紧绷而受伤的情况。接着绑一条弹力带在膝盖外缘，你也可以绑在小腿上或者是足弓上。一边外转大腿，边做深蹲。蹲到底时停留10秒，再慢慢站起来。过程中可以想象双脚往地板扭螺丝的感觉，但不要让大拇指离开地板翘起。反复10次，一天做3组。这动作是让臀周围的外转肌群做出向心收缩的动作，适合用在外转肌群因为被拉长而受伤的情况。如果要我给你对付深臀症候群的3个锦囊妙计，我会说：不要久坐，不要久坐，不要久坐。久坐对身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你的想象，除了会让臀肌失忆，还和很多心血管疾病紧密相关。深臀症候群只是久坐的众多危害之一，而且深臀症候群一旦发生，在食物上因为无法给深臀肌群完整的休息，所以它也很难康复。压迫到坐骨神经的话，真的会痛到连路都没有办法好好走，而且直接从神经发出来的那种痛，真的会让人痛到有阴影的。经历过的人一定都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不过这也许不完全是坏事，因为只要痛过1次之后，那个人通常就会开始非常积极的保养身体。但我希望你们可以永远都不要经历那种疼痛，3不5时就要起来动一动，就能远离深臀症候群，把它当作投资未来的身体健康也不为过。正所谓，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，疾病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狱。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哦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